事情是这样的，自从去年年初我就没有出去吃过饭了。前几天终于忍不住去了这家自己常吃的烤肉店，烤肉的味道倒是没变，但我却被这个外表柔软香甜、内心丝滑细腻的熔岩蛋糕给惊艳到了。话说，你们吃过这款料理吗？要么我给你们做一个吧，而且你们懂的，我的话不仅要做，还要做一个逼格更高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做过那么多蛋糕，这种熔岩蛋糕做起来真的是超级友善，它的味道完全取决于巧克力的种类。我个人比较喜欢60%左右的黑巧，找一个小碗，把巧克力和室温融化的黄油放进去，隔水加热，形成一碗质地均匀的糊糊。再找一个蛋黄和一个全蛋，还有一台专业的和弄机，开启打蛋模式，和弄和弄。再分批少量的加入细砂糖，和弄和弄，最后加一点点盐，和弄和弄。因为蛋黄真的是很难打，所以有条件的同学请尽量使用机器，没有条件的同学创造条件也要使用机器。等到它们变成了这种面色苍白的样子，就把融化的巧克力和一丢丢面粉倒进去，用翻拌的手法和弄和弄。烤蛋糕的过程和烤舒芙蕾特别像，只要找2个布丁碗，在碗壁上抹一层黄油。传统的做法还要放点面粉，在碗里滚一圈，让蛋糕更容易脱模。最后把它们放进预热好的230度烤箱，加热6分半钟，在它烤熟了但还没有完全熟的时候拿出来。跟我一样怕烫的同学还可以戴上手套，给它们翻个面，一份简简单单的熔岩蛋糕完成。至于味道嘛，应该是比店里强那么一丢丢。但是你们还记得我开头说的啥吗？我要做一个逼格更高的，所以还要加入今天的第2个元素——水晶。你们有没有人记得我做过这个星空羊羹？记得的都是老粉了哈。水晶的做法和它有一点点像，我把它分成了紫色和透明的2个部分。透明的部分我用的是纯度很高的含甜粉，致死量的糖和一小杯水，加热和弄和弄，等到水沸腾，看不到明显的含甜颗粒就好了。紫色的部分我用的是开水和一些蝶豆花，害怕蝶豆花的同学还可以用蓝色素代替，然后把柠檬汁丢进去，和弄和弄，它就会变成一抹清澈透明的紫色。找一个跟刚才一样的锅，放上一样的食材，加热到一样的温度，再找一个盒子，从2边分别倒进去，不要和弄，直接冷藏3个小时。最后把它们切成和湖南米粉一样宽，和武汉豆皮一样长的条，建议先切一个标准的长度，然后对照它的样子，把剩下的果冻在案板上切得整整齐齐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话说，你们都切过钻石吧？刚才的长条就按照切钻石的手法随便切就行了啊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吃起来也多了一层寒天特有的清脆感，跟水晶冻蛋糕的口感特别像。但是你们记得我之前说了什么吗？我要做一个逼格更高的。刚好我前几天喝过一种酒杯上放泡泡，戳一下烟雾就能 biu 的散开的饮料，就你了。一个做调酒师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店里用的全都是这种高级的烟雾气泡枪。不买。我知道还有一种又简单又便宜的办法，走，带你们去看看。Can I get 25 pounds of dry as pallets? Yeah, what you need for? Some awesome stuff. Alrighty. 买到了，就是这个干冰。只要加一点点水，就能产生烟雾缭绕的效果。还有这种家中常备的杯子，只要把口封好，插一根吸管进去，白雾就会均匀的喷出来。我还专门去买了一瓶食用级别的肥皂水，配上一大勺增加气泡强度的甘油，和弄和弄，拿起吸管往水里那么一蘸。怎么样？你们看看这个圆圆的样子，像不像你们手中的那个硬币？只要把泡泡轻柔地降落在水晶上，应该就没问题。之前就觉得哪里不对，酒杯的顶部是平整的，而水晶的顶部是尖锐的，不可能，怎么想也不可能吧。我总结了一下，根据自己小时候丰富的吹泡泡经验，如果吸管离水晶的距离足够近，气泡就会绕过它们，形成一个完美的半球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成功就是这样，只要肯多试几次，就一定能。唉，还是太年轻了。
我在上班的时候思考了一下，如果吹泡泡不行的话，那就换个方法。把蛋糕先放进一个大的杯子，再把肥皂水均匀地抹在杯口，白雾就能把肥皂撑成一个穹顶的形状。最后只要轻轻那么一戳，雾气就会飞速地散开，让你们把杯里的料理看得明明白白。我真傻，真的，我单知道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，会沉到杯底去，但我不知道干冰形成的白雾也会。中央公园，夏末的气温是炎热的，但我心里却浮着一丝凉意。街边的树林无精打采地摆动着叶子，园中的喷泉也失去了昔日的活力。池边嬉戏的儿童，路边演奏的乐队，喷泉旁吹气泡的艺人，还有无数围观的路人，熙熙攘攘，但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真的根本不用那么复杂，只要把肥皂水注入一个环形容器，再拿一根铜丝形成闭环，往上一拉，根据马伦哥尼效应，液体就会形成一个半球形的气泡，加上表面的张力，即使用沾过肥皂水的吸管伸进气泡，它也不会裂开。最后只要稍微等待一下，让气体充满气泡，白雾缭绕的穹顶完成。你们看着水晶，在白雾中若隐若现，在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，簇拥的同时显得错落有致。一口下去，半熟的流心爆浆而出，蛋糕的美味，水晶的清脆混合在一起，入口即碎。流心的甜蜜，巧克力的香气，让我忍不住点赞投币。其实水晶蛋糕在高端的甜品店是可以定制的，但是加上这个和穹顶一样的气泡，才是它最大的亮点。我的灵感其实来源于最近在玩的《崩坏3》里的新角色艾莉西亚。这个水晶的形状参照的是她攻击的特效，来点浪漫的气氛如何？而这层包裹着水晶的穹顶，灵感的来源是她大招的效果。我的心意要好好收下哦。虽然做了整整8天，但是最后能做出这样一款绝美的料理，值了。所以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记得一键3连交作业哦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不行了，倒了，过去。哟嚯！哎呦！